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双方抖更清晰 OPPO Reno 3 Pro 冠名。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关注芒果好物或名侦专属产品。东西是我的，但凶手不是人家啦。你敢怀疑我，老夫可没说谎。昨日我一出门就见到哥哥失魂落魄，到底谁是真凶呢？上抖音 APP 搜索话题“明星大侦探”，首条视频下留言，猜中真凶，且点赞数前5名的用户将有机会获得无人机、笔记本电脑、相机、抖音周边的惊喜好礼。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侦探若2次都投对，则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2016年12月20号的中午12点，22岁的甄完美突然间倒地，怀疑是被电死。新人演员吴迪英惨死停车场。著名艺人老范在家中遇害，蓉妹儿哥哥死了。明星的诞生剧组已经有3位演员被杀害。这个为什么在你的房间？从我看到这个镜子开始，我发现不还是杀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现在就是沉浸在这个剧本里。但是这个剧本的 ending 是你杀了小黄瓜。我一定是有人知道我精神确实有问题，然后利用这一点。真正的死因一定是这个。所以如果不是白的话，如果谁要利用这一个点，那只有是看过剧本、知道情节的。我看过。吴高英、蓉和范，我仍然还是排除掉。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哥哥。是的，我觉得都下不了手。刚刚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甄完美的身份完全没有出来呢。第一轮相信我们的直觉吧。走吧，走啦。我们先到死者的房间看看他没有打开的这些箱子吧。是的。箱子在哪儿？哪有箱子？这里有个箱子。是3个字母的密码。我们用水试试看，它会出什么字儿吗？这是个浴缸，看能不能挤出液体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水或者是？哎，哦，对，我想起了，这是一个那个欧莱雅黑魔水。对，以黑吸黑，这个是可以擦掉的，来。哇，欧莱雅黑魔水以黑吸黑，离真相更进一步。它叫假完美。
啊 JW 开了，哇！哎呦妈呀！天使孤儿院，又是一个新的故事来了。我再也不想叫假完美了。每当我开心的抱着芭比娃娃的时候，大家都来嘲笑我说我是孤儿，装什么公主，还说我好假，果然是假完美。我好气，总有一天我会让所有人觉得我的完美是真的。这有个钥匙，这个钥匙可以开另外一个。这，开了，这里有个黑色的信封。把天使孤儿院的过去全部忘掉吧，从此拥有天籁之声的你再也不是假完美，而是 MG 娱乐最受宠爱的小公主真完美。不仅如此，我们还会让所有人觉得你是拥有优越出身的卢森堡贵族后代。此外，这个8000年一遇的完美长相，4年后也会变成你的容颜。不重要的星探发给他的。这里有一个真漂亮整形医院，假完美年龄16岁，经过连续4年微调，达到显著成果。他的手术日期是2010年11月28日，让我变美的日子。我可以开电脑了，那个电脑就是我变美的日子。来了，云的便签同步。假经济、假信息、假老板。你确实都已经杀害了。我在你的手机里找到另一个消息，它这里全部都有白的那个便签。它一直在同步你的手机。啊？这个到底是同步是你写的还是他写的呢？这个我没有印象，我写过这个。他在给你同步，你看到了这些是不是？就他给我洗脑呗。就是我每回我觉得我杀完人之后，然后回去就发现凶器都在房间里面，然后手机备忘录里面就多了一条信息，就像那个剧本里写的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我跟剧本里边是一样的，都是人格分裂。芒果提问：被电到有什么痕迹？电到了会有酥麻的感觉或者痛的感觉，可能会抽搐，身上有可能会留下烧焦的痕迹，也有很大可能性什么痕迹也没有，这都不一定的。他在研究这件事情。我们再来看邮件，没毛病，发给他的。医生您好，我有个认识的演员，他最近感觉怪怪的，分不清现实和演戏。杀青后好像一直没出戏，这是一种病吗？说的就是。你跟我想的一样，他利用。目前在心理学上没有特定的系统解释，但是这是一种入戏太深的表现，就是演员因为跟角色之间产生了高度共情，完全踏入角色，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如果这个角色本身还有强烈的精神障碍或者复杂的内心矛盾，对于入戏的演员本身的影响更大，演员可能会出现分不清自己日常生活和剧情的区别，造成记忆混乱。什么时候问的？12月10号。在第1起杀人案之前，我们再来看购买记录。无锁不能锁店，发了一个戒指锁。这就是那个戒指锁。我已经把东西转移到保险柜里了。我们去开那个密码锁，开之后里面应该有个东西是需要用这个才能打开的。对，他刚才那个什么变美那个是1028吗？1128。加上年份呢？4位密码。没有。4位数密码。哦。哦，那我知道我能开那个箱子了。你变美的那天。
他那个在这儿。你梦开始的那天，我的梦也这，那是不是？哎，不对呀，怎么会不对呢？电脑有没有一个4位数的什么东西？戒指锁，戒指锁。它有一个感应区。是不是能拿这个直接开啊？就直接对上去。开哪个？哎，哦，在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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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应一下下面，在这里，在这儿。区。哪里？开了。好，开了。好多秘密啊！荧光笔。记那个剧本。女主线。你看，你看，12月14是我哥哥死的那天，他说残忍杀害假经济。除了他们纠缠我的你，也是我完美路上的绊脚石。我要利用你入戏太深的病，把他们的事都嫁祸给你。12月21日起，我又是完美的真完美。12月21日，4位密码，1221。开了。发货清单绝缘鞋垫儿，对吧？他是故意。我们在那个鞋里面发现了有一双鞋垫儿。来了，他有3个文件袋，代表跟这3个人的渊源。吴迪音，首先有一个 MG9999的记录的单子，停车时间130分钟。这里有一个手机。这吴迪音吧？这是吴迪音的。你12岁进入 MG， 那年的2月2号，凭借《挥着翅膀的女孩》成为最受欢迎的声音偶像，但没有想到公司为了吸粉，竟然偷偷安排你去整容。不仅如此，还把整容后的你包装成8000年一遇的纯天然美女。是的，整容前的你容貌普通，整容后的你粉丝越来越多，但是你是不是也离真正的自己越来越远呢？作为多年的老粉，你的背景我知道，你不仅整容，还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原名假完美，你根本不是什么卢森堡的混血公主。我知道。粉丝一旦知道真相，你的亿万粉肯定会变来原来的千万粉，甚至100万粉。今天真的好开心啊！我竟然和郑完美一起喝了下午茶，还和他聊了备忘录里的事。但是还没等我说完，他就说赶时间，着急要走。如果有机会见到他的话，我一定要和他聊完剩下的事。哎，车上的是完美吗？你怎么还没走呀？是有事找我吗？你开慢点，别伤到你。是他杀的。我姐姐。天哪！那我哥哥呢？这是 A 哥的。A 哥带你来盘点白丸夫妇那些年的情侣单品，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真完美给一个叫郝公正的律师写的信，说郝公正律师，最近这个 A 哥在网上大肆造谣我的绯闻，搞得我的亿万粉都脱粉了。你看我收集的这个帖子，可以告他吗？如果只有这个帖子的话，恐怕证据不足，告不了这个 A 哥。然后就是这把刀，写着我要把这个放到白 rap 那里。这里有个读卡器和这个一个这样的卡，就刚才那个电脑拿过来。对。A 报了监控，店里面的监控。你哥哥。天哪！
后来还要看一下。然后看是谁来了。呀！他把这个拿走了，卡拿走了。哦，我的天！好，我们再来看老范的。我爸怎么能？我要把这个放到白 rap 那里，一个棒棒。录音笔。录音笔，对。小珍，上个月叔叔跟你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要勇敢一点，告诉大家你不是卢森堡的混血公主吧。叔叔，我真的不能说，我要说了，1万粉丝都会脱粉会菜的。叔叔知道你害怕，要不我帮你告诉大家，孤儿也没什么，假完美也不会输给真完美的，娱乐圈诚实才最可贵。叔叔，我输不起，我不能回到假完美的日子。如果之后被别人知道了，会更惨的。只要你不说，没有人会说的。小珍，哎，你拿着棒球棍干什么？啊！你回头跟爸爸说一声啊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走点心吧。那就是他杀3个人的杀人动机。然后他最后那个电应该就是也是栽赃给我的，就是他知道是我想杀他，对，所有的锅都来我来背嘛。哎，刚才有一个他出道的日子是在，就是今天呀。不是，不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出道的日子，2月2号，凭借《挥着翅膀的女孩》成为最受欢迎的声音偶像。2月2号，开了0202。写给我的偶像真完美，终于写完了。之前在手机备忘录便签只写了一半，希望有一天可以念给你听。这就是那个备忘录的事儿。这是你的姐姐写给她的信，估计还有更多的料在这里边。前面一样的，粉丝知道真相，你的1万粉肯定会变成原来的1000万粉或100万粉。但是我想告诉你，完美，我从10年起就把你当偶像，10年了，我深深的知道，我粉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些光鲜的外在，而是真正的那个你，真正的你为了呈现完美的歌喉，从不吃辣，真正的你勤奋、自律、上进，每一次的完美舞台都是你用汗水换来的。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哪一天你的假人设被发现了，千万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不要担心。因为背后还有我，而且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我喜欢那个真正的你。做真正的你吧，维持假人设会很累，好好谈个恋爱了。22岁，你值得拥有一个爱你的男孩。吴丁。所以这是我们的3个亲人同时威胁了他的3个，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威胁他。他们其实想劝他做自己，但是在他的性世界里面啊，他自己觉得自己的秘密被人知道了。真完美，他想利用白，假装弄成把自己杀死。最后12月20号，12月20号的计划他一定要结束啊。但是最后白举铁会因为这件事儿而被抓起来，加上之前的3个案子，他全甩给白举铁。对，所以白举铁这个障碍也就消失了。其实这个皮儿就是剪了，这个皮儿就是他自己放到白 rap 的那个衣服里的。
因为他那个电流是自己设计的，对，而他买了绝缘的那个鞋垫，对，是不会把自己给电死的。对，他只需要装一下抽搐倒在地上，但没想到有人在他脖子后面扎了一根针。所以谁有那个毒，谁就是凶手。基本上就是已经都搞清楚了。所以现在如果说有动机杀害他的，应该就是失去亲人的这3个人。你们3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知道了这个事儿，而且同时也知道了他今天这个计划，知道他要装死，恰好将计就计。现在有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和真完美发生联系的，只有吴高音。什么叫发生联系的只有吴？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跟真完美有联系，他也不知道他哥哥跟真完美有联系，而唯一证明他们有联系的，在自己的空间里面的是只有这个盒子。但是我没有打开过，因为这是我姐的东西。因为这个密码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密码，所有人都以为1220是真完美出道的时间，但是事实上是在2月2号的时候，他唱的那首《挥着翅膀的女孩》，在他姐姐的心中，那天是他真正出道和起飞的日子，所以他的密码不是1220，是0202。所以他是有可能能打开这个密码的。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呢？因为这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你的梦开始的那天，你是知道姐姐10年前给他写了一首歌。现在就是谁知道了这件事，还有那个毒针，对，一定就是毒针致死，因为现在不是重点是啥时候扎的这个针呢？对。你们有没有印象？灯灭的时候，我们是一群人乌泱泱的往台上走，但是走的时候还是暗的。是俊伟用 OPPO Reno 3的手电筒让我们上的台阶，但这个过程中很混乱，然后其实并没有很亮，太黑了。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大家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如果是瞬间致死，那就一定是在黑暗中扎的。对，而且如果按你现在推理出来的逻辑，就是他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他被电的这个计划，对，对，那就是谁知道他要陷害白这个计划，他今天要在那儿晕，然后谁毒在谁那儿就是谁。去找毒。走，好，走吧。我们要不要开一些这些箱子啊？这个我找了没东西。对，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具盒。箱子底下你们看了吗？不可能吧？再看一眼这个，这个来一下，来一下，来，我把它来。有吗？在这儿。找到了吧？哦，这是什么？有一个纸条，把这个纸条掏出来，就拿一个。来，好了，好了，出来了。哇，这个真的赢了，绝了！1秒即死。此药物为黄色膏药物，微量触碰皮肤伤口，1秒致死。所以应该是黑暗中有人扎了他一下。一定就是那一下。但是其实你找到这个，你只能说是确认了他是什么时候下的手，但是那个时间点，所有人都在一起啊。我去1对1，1对1。我先叫白。 1对1审问，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OPPO Reno 3 Pro 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你现在有怀疑的对象吗？哎呀，我就是觉得现在好像不能排除和的嫌疑吧。
但何的动机是什么呢？我现在不清楚，但你想啊，他是知道剧本的，但他不知道我是精神有问题的，是吧？现在全场知道我精神有问题的，目前知道的只有死者一个人，但是他要杀真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就指向这3个人被杀，就是因为有亲人或者有朋友被杀，因为这个动机是最明显的。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个动机最明显的。是谁发现了这其中有不对劲的地方？对，要不然就是谁能有可能知道发现我的不正常？我觉得如果有凶器的话，也应该是在化妆间。微量触碰皮肤伤口，1秒就死。它是个黄色的膏状物，黄色，有黄色膏体的锋利物体呗。黄色。哇，这要去哪儿找啊？黄色。好。What？ 看。啊！你别碰！我的天！黄色的膏体，彩排版。就是他是用这个，但是他没有办法带去更远的地方，所以他就只能放在这个现场。这也不指向任何人。那是谁呀？就是只能告诉大家是怎么弄的。叫何吧，何。我们还是觉得是你啊。我是唯一一个没有那个什么的人，没有动机的人。对，到现在为止就奇怪了，就是你毫无动机。首先，为什么不是我啊？是因为我对真完美完全没有兴趣。我只对于知道了我去买过 A 货的白，所有的指向我的那些东西都是我指向白的，我没有理由去真完美那儿。在化妆间找到了凶器，但是他就是用这个，你看这是黄色的膏体，他磨掉了前面的那个塑胶皮，他用这个扎进去。首先第一点，有人进过真完美的房间，对不对？他知道真完美今天的计划。你记不记得他去买锁的事情？他说我的锁被人破坏了。就是有人进过他的房间，有人知道了他所有的计划。我们刚才就在问，有谁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所以呢，我倾向2个人，白和吴，因为呢，只有他们2个会好奇，会想要进到真完美的家。白是因为真完美跟他的关系扑朔迷离，他搞不清楚他要干嘛，而且他觉得这个女孩是不是背叛了自己，他有可能要去到她家找线索，或者问问她到底怎么回事。而吴是知道姐姐是跟真完美有关系的，姐姐的死是很蹊跷的，而且他查了那些证据，他至少有一个箱子在他那儿，他说他没打开过。对，他现在目前表面的证据好像是倾向于白，对不对？因为他好像说看到白出入那个车，但是我觉得也不排除他对真完美有怀疑。请别忘了，吴进过白的房间。对。他会不会在白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些什么他觉得不太对的，觉得这个事儿应该跟白没关系？一个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看过那些信，他知道姐姐知道了真完美的一些事情，就是那个密码箱，就是0202打开那个密码箱，这个箱姐姐都死了，所有姐姐的遗物他一定是非常想要了解的。
那这个0202有没有可能吴高英知道？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甚至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锁定他知道这个事儿？我们要想一下他那个短路那件事儿，然后是甄完美造成的短路，对不对？然后他自己把下边那个皮给剪掉了。家里要是短路的时候，一般是什么造成的？很多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热水器那个什么热坝什么那个都同时开，就会短路啊。热水器。热水那个热水壶，它不会，它功率很小呀。这个电线上面全都是水。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短路的吗？刮掉的，为什么刮掉的？没有，我没动过这个，我没有。不是，我真不是，我们也才刚刚才发现这个，因为你不想让人发现这个。不是，真不是我。那你有可能进入到他的房间里面过，真的房间，因为他的电脑里不是写着的吗？我的锁被人破坏过，所以到底是谁进去过，破坏过他的锁，看到了这些秘密？你们3个失去亲人的人都有可能。刚才我又听到一个，吴高音说，他去白 rap 的家的时候，房间的时候。他进去他的房间了，他是从窗户进去的。从窗户进去的。你是从窗户拍的，我是从窗户拍的，因为进不去。因为进不去。那下边没有呀？我来。里边吗？我来看，翻过来。啊。哎，好像听见什么声音了。但是我刚才听见噔一声，好像。哎，我看见一个遥控器。啊？遥控器。哦，这是那个水机的遥控器。他弄了一个定时装置。但问题，这个是凶手做的还是真做的？真。凶手不一定需要知道真的计划。但他黑灯是最好的，要不然他怎么摆脱自己嫌疑？我在旁边，然后他必须要黑呀，他就挂掉了。所以他就还是得在大家都看不见的一个情况下。我是不是说了一点有用的东西？你说了很多有用东西。换吴高英，来吧。坐。欢迎。最近教什么课啊？体育。不教黑魔法了。所以那你基本上教的是数学，对吧？我为什么教数学？很多小孩的数学都是体育老师教。什么？作案过程能还原吗？我没有做。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怀疑吗？对呀。我没有怀疑。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说也怀疑你？就因为你跟姐姐的关系太亲密了。姐姐和甄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他是他的那个粉丝嘛。而且，你知道姐姐跟甄之间有联系吗？这我哪知道啊？你怎么不知道？姐姐写的歌甄在唱啊。那这不是有联系啊？你的粉丝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收到了，你跟他会有联系吗？就你在你的认知当中，姐姐和甄从来没见过面。
见过，因为他俩现在在一个剧组拍戏啊，在一个剧本里啊。而且你说姐姐落在你房间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箱子，你从来没打开过。嗯。姐姐已经离开了，嗯，她留下一个这么重要的带密码的箱子，你没打开过？没有。你去过白的房间对吗？对。找到那个带血的背包。对。你怎么去的？从那个窗户爬进去。你是哪一天进去的？12月18号，就是我跟着他的车到了他家，然后我才知道他住在哪儿。就是在12月18号当天。对。窗户没关好，你进去，对，发现了带血的背包。对。除此以外，你还发现别的了吗？没有。你有进过死者的房间吗？没有。对你来讲，有个非常不利的消息。动机的轻重缓急。对于你来讲，姐姐的去世，实际上是给你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一个最彻底的、难以挽回的损失和打击。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如果我把真给杀死了，并不能解决我写不出歌这个问题。但是，你报仇的这种迫切度，我报仇是对着白 rap， 我并不知道是真杀了我的姐姐，所以即使我报仇，我对付的也是白。你们3个都会这么说。但你们3个一定有一个人，是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那要是按这样讲的话，那荣哥哥死了，他没有经济来源了呢，他也不能。荣已经出道了呀，团儿散了呀。而且我写不出歌也没关系啊，我们已经有一个专辑了，起码那些歌我都可以唱啊，这些歌是成立的。以你的高音程度，那些歌我觉得你驾驭不了。你不能质疑我的音乐水平。叫荣吧，你去帮我做一件事情。你去找范确认一下，范通过窗户拍摄的时间。好，没问题。是哪一天？好的。你的助手呢？坐。我的助手去为你准备笼子去了。为啥呀？还不简单吗？为你准备个小笼子，待会儿投完票你就直接进去了。好的呀。哎，现在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你还记得你是哪一天在白的房间里面发现了带血的那把刀吗？当天。14号。14号。怎么进去的呢？我没有进去，我是在他们的窗户那里，我看着开着灯，然后我就在窗户，我就一看就看见他床底下有一把刀了，然后那个帕子是我哥哥。你为什么没从窗户进去呢？我就是没从窗户进去，然后我还拍了一张照片，你可以看那个照片，我没有进去。你是发现窗户打不开，还是怎么？因为如果你发现了凶器，一般人肯定会想的，我就只是那么远拍张照片。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我看见白离开，然后我再进去看到哥哥的尸体，我其实已经确定是白了。失去哥哥以后，你的职业生涯是不是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没有人帮你。当然。他是14号去的白的房间。其实我再去他那儿，只是想再确认一下而已。我看见他从现场离开的呀。那你什么时候去的死者真的房间？我没有去过真的房间。你没有去过吗？我没有去过真的房间。你的证据里有啊。你再仔细想想。没有。你去到真的房间里面，撬开了他那个柜子呀。就白色的那个下面。白色的，就后来用戒指打开的那个柜子，之前是被你撬开的呀。我没有进过真的房间。这个时候不能撒谎哦。我真的没有。你的证据里面有这一条哦。
这都记了这一点。炸我的吧！哎，对侦探不要这样哦。好，你先回去吧，谢谢。介绍两条好消息。2个好消息，这个案子死了4个人，2条好消息。在第1轮讲的时候，我们的荣问可就发现了老范是死于12月17日。然后呢，当时范 rap 就说了，我在18号去到白 rap 家里，所以是吴也是在12月18号，但他说窗户打得开。他们2个当中有一个人说谎。第2个好消息是什么？这是2个好消息，这2个新闻对上了。这叫一个好消息。请原谅我如此武断的在最后这个环节，为了提高我们的效率，直接排除掉2个人。一个是何，虽然我在第1环节投了他，没忍住，投了他。我承认，我当时看起来确实很可疑。第二个我要排除的是白，他实际上是在9点40的时候发现手机里突然有一条真用他的名义发的，实际上是用云共享的技术同步到他手机上，不用上场。如果是在今天演出之前突然知悉了对方的计划，白来不及去准备毒药，有道理。我刚刚想到 ，rap 最早被排除掉，是因为如果我知道了他前面这3个计划是为了陷害我，那如果他真死在这里了，那我不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这4个凶杀案的凶手。对，这是逻辑的力量。他说不清楚了，到时候。而且他本来完全没有杀过一个人，现在变成他真的是个杀人犯，真的杀了4个人。我更倾向于3个亲人被害的人。他们3个人都在白的房间发现了相关的证据，你们3个都怀疑是白，但是在哪一个瞬间，他们有可能突然觉得这事儿可能不是白，从而转向怀疑真。今天作案的凶手一定是知道了真的计划，对，一定是知道真一直要陷害白，而且在今天他要最终把白给逮进去。我提一个小小的另外的想法，他不一定需要知道真的计划，他只需要知道真是杀害自己亲人的真凶，他就可以准备毒药，他就可以借机杀手。所以真今天踩不踩电门，装不装的被电倒，跟他没关系，跟他没关系。你们后来是不是发现了一个短路的一个机关是吧？就是烧水的那个机关，那都是真的事情。所以那个短路的东西也是真设置的。我觉得是真自己设置的，全部都是真自己设置的。他肯定是要等到全部短路了，这个安全了，他才会往下倒。因为他其实做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他就算是绝缘或者怎么样，他都还是有危险。他只要倒在地上，因为他这个胳膊其他的地方是没有这些塑料的，所以他一定要确定这个东西是没电的。就我想的就是，他黑不黑、倒不倒在这儿，并不是今天这个的使用的绝对条件。在任何一个黑的地方、无人的地方，凶手都可以做，只是正好出了这个事儿。所以，就算是凶手并不知道他有短路的这个计划，他依然可以杀人。所以那个不是必要条件，只是说谁开始怀疑不是白，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对。所以大家现在立刻在有限的时间里，赶紧帮我想一想，指向他们3个人当中哪一个瞬间是有可能让他们突然觉得不对的。蔡老师，我说一点啊，就是我可能跟你们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他们3个是一个女团，他们2个一天有的是机会，他们在后场或者在什么时候都有机会去在提前杀人，他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时机。凶手之所以在那个时候杀人，并不是因为时机的问题，而是就是因为那个时间段它是黑的。他其实是早就准备好了毒药，就是找机会下手，然后正好被他碰到这个机会，这也是个简单的说法。我觉得吧，这些都不是关键，就是我提供一点啊，仅代表我个人，准备毒药的时间比较充分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毒药不是说准备就会出现在你面前的。对，所以你们3个人谁是比较喜欢网购的？这谁知道？
你应该这么问：你们3个谁比较喜欢网购毒药？这个是完成案件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手上要有这个东西，你才能去做这件事儿。范 rap 跟吴高音都是2天前才知道凶器是在白的房间的，他们先需要消化这个信息，然后利用昨天的时间再消化原来不是白是真。容相对来说时间长一点，你是这个意思对吧？对，所以呢，相对来说容的时间它会更充分，它会多想一些。对，我是14号，对14号发现的。对，没有证据就是作案时间嘛。现在我们从其他的角度没有切入点，大家都是平行的。但是你有一点，我现在觉得非常奇怪，你们3个人都看到过凶器，只有你进到了白的房间里，他们都是隔着窗户拍的。但我这个我真没法给你解释，他就偏偏那天晚上，他就有一个窗户没关好。你是什么时候？18号的上午。我们每个人说一下自己怀疑谁吧，好不好？然后投票吧。范 rap 怀疑谁？新玩家的直觉特别珍贵。哎呀，我怕我指错了。我。下面容。其实我不知道，我确实同意和白的嫌疑非常小，可以暂时排除。所以如果我要盲投的话，我可能就会投2位当中的一个。那相对来讲，如果凶手是要知道计划的话，那唯一他们2个人当中进过白的屋子的人是吴，这是我唯一觉得有区别的地方。吴，你说吧。我也是很公平的讲，就是我们仨的线索就是平行的，没有什么谁是绝对的有利的。但是我就觉得谁的时间更充分，谁可能作案想的会更周全。对，从时间上来说，我确实比你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怀疑谁？3个家人遇害的里面，我觉得范 rap 今天没有什么小问题，容和吴各有一个小问题，我提出来一下。首先是吴说他姐姐在房间里面留下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他知道真完美的秘密的这个箱子，吴说他没有打开。我觉得有可能这是凶手撒的谎，因为在姐姐已经遇害之后，一个想要帮姐姐报仇的妹妹，在房间里有一个这样的箱子的时候，她不可能完全不去想办法。事实上，这个密码也没有那么难，因为上面有一个很明确的提示。事实上，她不用考虑密码锁，那时候姐姐已经走了，她要想知道秘密，想知道谁是凶手，她完全可以撬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对。另外，我们已经指向了有亲人在剧组工作，谁就有可能会去怀疑真完美。当我问到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告诉我说：“我的已知的是，我都不知道哥哥再去拍那个戏。”嗯哼，是吗？他后来又解释了说，我刚才表达有错误的，我应该是知道的，是我表达有错误。我个人觉得呢，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小的失误，所以我可能会重点在2个女生当中犹豫。我讲完了，以上到你。我比较偏向他们2个女生。我要确认一下，就像和刚才的那个怀疑，如果我是凶手，我没有必要在这种小细节上撒这种谎。我跟我哥哥的那个留言，这是你第1轮搜证的时候搜出来的东西，我没有必要在第2轮的时候说来撒这个谎，说我是真的忘了。容的话，因为他的哥哥在这个环节，其实对于他更多的是精神支撑了，已经不是最早期的那个物质支撑了，反而是吴高音在失去他姐姐之后，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人设。我觉得还是得从失去亲人的痛来想。投票。妈呀，我投谁呀？天哪！原来这个感觉这么沉重。因为我跟荣允都一起没有进过白的家，所以只有吴高音进过。总感觉他
他要是能进白的家的话，他肯定也有能力进到真完美的家，所以我觉得投他吧。在我最后的分析看来，我觉得最后所有的证据只有可能指向2个人，一个是荣，一个是吴。可能现有的所有证据来看，我觉得吴失去姐姐这个影响对于他来说更加的沉痛吧，因为他既失去了一个亲人，也失去了自己一个强有力的后盾。他之前的人设可能是才女，但是如果他姐姐因为这样的意外去世的话，他这个人设跟他未来发展道路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吴吧。有作案动机的其实就是我、荣和范，但是范 rap 给我的感觉，他表达的非常的真诚，我觉得他也是没有嫌疑的。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人就会在我跟荣之间产生。但是我的直觉是，今天一定是荣，我今天这票一定是对的，就是他。到底是谁呢？就这样吧。我比较怀疑2个女生，吴高英和荣 Wink。今天呢，他们2个在玩法上都表现得比较的精准，唯一有一点小纰漏的，我觉得是荣 Wink。他在最后一轮的讨论当中，更像是在防守，想办法要洗清别人对他的怀疑，而吴高英一直在跟大家一起分析可能性到底有哪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会把今天这一票投给荣 Wink。对于今天这个投票，我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啊！历史将会在今天改写，今天注定是一个放纵的日子。请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我说放纵的日子是一个注定属于方兴纵火犯的日子，简称放纵的日子。狗头侦探这个名号从今天起将不复存在，不复存在，不复存在。谁要再提，我跟谁急。我会把票投给有一处故乡的预感。今天这一案我觉得很精彩。到最后我也不能确认自己和大家是否能够抓住真凶，就让我们面对结果吧。请宣布。明星大侦探第5季第6案 No 作 No Die 之破冰谜案中，究竟谁是杀死真完美的凶手呢？首先公开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You feel me？ 白 rap。还有一位，他就是肯定是你范 rap。Yo rap，keep it real，keep it real。如果我改名叫何 rap， 我现在有机会吗？入围吗？恭喜2位 rapper 嫌疑暂时解除。在剩下的3位玩家，何美男、荣 Wink、吴高英，请3位往前一步。我好像没有一次不上前的。首先，有1位玩家获得了1票，他就是侦探的第1票，何美男。Loving you too much, so much, very much right now。跟着我，不能。不会是好尴尬，特别尴尬。在剩下的2位玩家，荣 Wink 和吴高英，有1位玩家获得了2票，有1位玩家
获得了4票。获得4票的那位玩家就是吴高英。哎，你们会后悔的。就这样吧。我来一次，进来一次，真的，一共就来2回。请将吴老师关进笼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你了。但上次确实是你啊。哦，对哦，上次是我。请投给吴高英的玩家出列。怎么那么没有底呢？你们会后悔的。如果4位的选择正确，你们将每人获得1根金条。不可能！没投，我投的荣。如果投错，则凶手拿走全部6根金条。好没底啊！特案神器 OPPO Reno 3 Pro 真凶揭晓时刻。现在我宣布，各位检举。失败。我从来没有赢过，第一次，从来没有赢过。各位检举犯人成功。各位检举犯人成功。成功。成功。历史将会在今天改写，今天注定是一个放纵的日子。狗头侦探这个名号从今天起将不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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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那里有电，好的呢，那里有电。他今天厉害就厉害在我跟齐2个人炸他那一轮的时候，炸的那叫一个狂轰滥炸，他真的演示的好。那你什么时候去的死者真的房间？我没有去过真的房间。你去到真的房间里面撬开了他那个柜子呀？我没有进过真的房间。他一点都没慌乱，茫然的想，他是很茫然的想。我做出了一个正常玩家该在那个时间点做的反应。祝贺荣！好开心啊！给我的，谢谢。看一眼。哇！不是把盘子还给人家，拿金条。不要，我带走。其实今天吴迪写给真完美的那封信让我特别感动。现在很多不管是艺人也好，或者是任何工作的人也好，都想设一个人设，做一个标签，觉得自己在别人心中会有存在感。但是其实你自己努力过什么，你自己付出过什么样的心血是最有价值的。而这些东西本来是真完美最可爱的一点，但是他没有在乎。他反而在乎那些大家坊间给他的一些标签，或者是大家给他立的一些人设。当他去用心的去维护这个的时候，他最可贵的一点反而丢掉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可惜。真的要用Fun Rap的那句话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叫 Keep Real。Keep Real， 你真实的努力是最珍贵的。是的，一定要认清楚孰轻孰重。尤其年轻人觉得自己现在手头拥有的已经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绝不能失去。你恰恰忘了还有更宝贵的东西在未来等着你。而且是真的就假不了，但是是假的真的真不了。
所以老觉得，哎呀，一旦要是大家认识了我的真面目，岂不天塌了？对不起，天不会塌的，你可以报警。为什么？就任何事情都有最终的解决方案，绝对到不了杀人这一步。太可怜了，高音又唱不上去。为什么不报警呢？你们难道不后悔吗？我不后悔，因为我投对了。你们这个选择智商不高啊！我都不想念了。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感谢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狗头神探，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感谢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有摆什么？有摆什么？有摆什么？投对了吗？投对了吗？投对了吗？感谢美食绝配，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发现真相，发现更赞的自己。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以黑吸黑，卸伪装更进一步显真相。感谢卸妆黑科技的欧莱雅黑墨水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朋友们 ，keep real 呀，做自己呀 ，keep real。明星大侦探，大白吧真相，下期见。对不起，没有关系。人设就意味着你要给自己的人物做一番设计，你要给自己的个性和标签做一番人为的雕刻。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自己身份地位的原因，多多少少需要给自己立一个人设，不要去过度的去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然后活在一种特别虚荣、虚伪当中。如果你想有一个人设，那么就请你做到从头到尾保持一致。今天谈到人设，可能不仅仅只是针对演艺圈，可能有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都在玩人设了。你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完美的人设，受到了赞美，以至于让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都会去做一些背道而驰的选择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件让人很遗憾的事情。如果你这个人只有人设，崩了，你这个人就不存在了，那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啊，就还是要保持自我的真实吧。我觉得对得起自己，这是最好的人设。公司传言说有灵异事件，你就是想我都吓疯了，边跑边哭啊！萨时装投助理，我来杂志社工作时间也很长了。办公室里很耀眼吗？还戴个墨镜，比较适合我。社长来了，社长来了。哦，社长，哇，掉头发，压力好大，保重身体啊，社长。哟，这是什么脏东西？长江后浪推前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截止机会。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毕竟咱俩颜值不一样嘛。花无百日红，我一直都很努力。哎，你是不是穿错鞋出来了 ？Fashion， 在您面前我们黯然失色呀。Bonjour，完全就不是一个 level。我叫 Tommy 贾，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还不是法国，是法国。Roma Prada， 这是我们杂志的金主吧？气质这么容易就显露出来了吗？你好了，爸爸。社长，我是秘书。去把车暖一下，我们走好吗？主编还没来呀？门自己开了，这什么声音？好灵异。哦，贼着了！挺残忍，进出勒死，把尸体藏着。他用了15秒，特别善良的人才最容易激情杀人。他是一个有情绪的职场人，他在想办法控制。熬着吧。现在是有情绪吗？你是为了你，为了让你成长。真主编之后，最有资格当主编的人是谁？那就该问问我的领导了。
对不起，我是一个不太关心工作的领导。听说这个地方死过人，动手还是动早了？谁动手动早了？荣，你不关心他是怎么死的？只要工作不死，就往死里工作。还在寻思什么你啊？他们都有罪。我的死亡好惨。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没什么关系。如果心肌坏死高达90%，极易猝死。职场暴力从来没有得到尊重。哇，你们都先去死吧！这个人设是现代明星制度一个内在的要求，归根结底可能还是一种公共的形象，背后的价值意义，我可能会从大众文化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以往的明星的人设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大众传媒，但是现在呢，它可以通过这个社交网站，可以跟这个就是受众呢直接这个互动，更加快捷的把自己想要传达的一种公共形象输送给这个粉丝受众。当然，就是说明星在这个社交网站和这个粉丝受众的这个互动，往往会引来一些非议啊，甚至是诋毁。另外呢，其实我觉得明星人设的崩塌，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粉丝受众。那些粉丝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真情错付。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脱粉回踩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戾气和怨气的这样一种释放。那么太多的戾气和怨气呢，会让我们就是变得面目可憎。因为其实明星呢也是人，那么是人呢就一定会犯错误，并不是所有的错误呢都是这个不可弥补、不可挽回的。不光是明星有人设，其实我觉得我们普通人都有人设。像我是老师，我在课堂上其实我也会有意识的，就是控制我自己的形象。那么多的网友，他们都有自己的社交网站的那些账户，他们在那些账户上面其实也是在进行一种自我形象的控制或者是管理。明星立人设的现象，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就是明星试图向公众投射一种他们自己认为的那种理想自我。上微博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一点资讯、扎克、封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2020、迅飞输入法、轻宝宝、中华万年历、造豆果美食、闪明。感谢网媒支持：中青网、凤凰娱乐、新华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疆网、湖网、大众网。高能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5季，每周五中午12点，芒果 TV 全网独播。